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姐，一直想做一期有关奥本海默的视频。正巧上周美国时间3月10日，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，电影《奥本海默》斩获了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摄影、最佳剪辑和最佳配乐，共7项大奖。And the Oscar goes to Oppenheimer. And may I see Oppenheimer? Oppenheimer. 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，奥本海默成了最大赢家，一口气拿下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等重要大奖。男主角爱尔兰性格男星席尼·墨菲勇夺影帝宝座。从上届最佳男主角布兰登·费雪手中接过讲座，这也是47岁的他生涯首度入围奥斯卡，就顺利抱回小金人。You know, we made a film about the man who created the atomic bomb, and for better or for worse, we're all living in Oppenheimer's world. So I would really like to dedicate this to the peacemakers everywhere. 全球票房超过9亿美金，描述2战期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、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传记故事，在奥斯卡盛会之前已经横扫多项国际大奖。这是一部传记电影，它不是虚构的，它是根据荣获2006年美国普利策尔文学奖的奥本海默的传记，美国的普罗米修斯·罗伯特·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而改编的电影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小伙伴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。接下来咱们就来讲讲奥本海默其人其事。奥本海默是1904年4月22日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非常富有的犹太人家庭。这个出生日期使我想到了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，是有关 ChatGPT 之父 OpenAI 的创始人兼 CEO Sam Altman，他也是出生在4月22日，也是出生在一个家境不错的犹太人家庭。看来4月22日是个出生的好日子，日后会是对世界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。我把 ChatGPT 之父的视频链接放在描述栏里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。奥本海默的父亲是一个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纺织品进口商，他的母亲是一位画家。奥本海默还有一个弟弟叫 Frank 奥本海默，也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。奥本海默从小就是个天才，对数学、化学、地质学都特别的感兴趣，学习一直非常好，甚至还跳级。由于父亲常年忙于业务，所以奥本海默从小大部分时光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。受母亲的影响，他对艺术和文学也特别的感兴趣，所以奥本海默他不仅理科特别好，他的语言天赋也相当的了得。他总共会说6种语言，他们是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荷兰语和梵语。他能看懂梵文，这个在电影中是有展示的。1921年，17岁的奥本海默以10门全优的成绩从菲尔德斯文理学校毕业。同年，他考入了哈佛大学化学系。考入哈佛后，他由于得了非常严重的肠胃炎，不得不休学1年。虽然晚上学了1年，但他仅仅用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学业，并以最高荣誉从哈佛毕业。他就是这么牛。我觉得奥本海默可能是可以连接阿卡西记录的。他在哈佛大学期间虽然学的是化学，但他觉得大学的化学太简单了，自己就开始研究物理，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于是在哈佛毕业之后，他就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，学习物理和化学。但当时剑桥大学的物理和化学系是研究实验物理和实验化学，而奥本海默他自身的运动神经不太好，属于笨手笨脚那一种，做实验的时候总是不是打碎这个就是打碎那个，渐渐的他就开始讨厌做实验。就在这个时候
奥本海默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，就是当时正在剑桥大学进行访问交流的著名学者尼尔斯·波尔。波尔他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和爱因斯坦是差不多的，但他和爱因斯坦分属于不同的两派。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这一派，而波尔是量子力学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由于受到波尔的影响，奥本海默转向理论物理学，就不用做实验了。由于剑桥它不是理论物理学的最高学府，于是奥本海默就转学去了德国的哥廷根大学。哥廷根大学当时是全世界的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。奥本海默到了哥廷根大学之后，就主攻理论物理学。而理论物理学它不仅包括量子力学，还包括核子物理学。1928年，年仅24岁的奥本海默以一篇量子力学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。之后他回到了美国，当时美国各个大学都向他发出了 offer， 他最终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和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是我儿子的母校。他在伯克利任教期间，除了创立了世界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的伯克利理论物理学中心，还培养出了一大批物理学家，还预言了黑洞的存在。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当了10年教授之后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。就在战争爆发前8个月，就是1938年的年底，德国化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首次发现了核裂变现象。这两人是化学家，他俩发现当中子去撞击核铀的时候，会产生他们意想不到的化学变化。他俩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把这个发现发表出去了。结果不到1个月，奥地利的2个物理学家麦特纳和他的侄子费里斯就从理论上解释了这一现象，就说用中子去撞击核铀的时候，会产生2个更小的核，释放大量的能量，就发现了核能。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核裂变产生核能的这个发现发表了。之后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震惊了。一方面是人类在原子核当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源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核裂变，所以很多物理学家第一时间就想到这个东西可能可以用来做炸弹，而且是一种威力无法想象的炸弹。而德国纳粹也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核裂变可做成武器，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让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维尔纳·海森堡来主导研究核武器。据说这个海森堡是比奥本海默更天才的一个人。当时在德国，所有犹太人都受到了迫害，所以大批犹太人物理学家都逃离了德国，而不是犹太人并继续留在德国的物理学家们，个个超级厉害。正如奥本海默在电影里面说的，他是见过这些人的，所以他深知德国就靠剩下的这些物理学家研发原子弹的速度，要比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加一块儿还要快。所以靠拼速度，奥本海默他们是没有胜算的。但是奥本海默很庆幸，就是希特勒他不喜欢量子力学，因为希特勒认为量子力学是犹太人的科学，所以他对量子力学的研究不予支持。这也就造成他们研究的速度减慢了，所以才给奥本海默他们一个机会。爱因斯坦曾给当时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，说德国正在研究原子弹，你们得赶紧抓紧了。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正式下令，务必要先于德国制造出原子弹。于是在1942年，美国启动了曼哈顿计划。为什么叫曼哈顿计划？猜测说当初是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办公楼里策划的，因为毕竟是一个绝密计划，不可能取一个名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干啥的。
1943年，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主管，其实就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负责人。那么为什么会选中奥本海默成为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呢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奥本海默他是美国人，虽然那些逃离德国的犹太人物理学家个个都非常厉害，但都不是美国人。这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计划，不可能交给外国人。当然，外国人是可以参与到其中。第二，就是奥本海默他是犹太人，他天生对反对德国纳粹义不容辞。第三，就是他会6种语言。曼哈顿计划是要把各个部门的顶尖科学家集合在一起工作，这些科学家们说什么语言的都有，奥本海默就可以轻松地和他们所有人进行交流。第四，就是他是一个全才，他虽然主攻量子物理学，但他有雄厚的化学功底，也有研究宇宙物理学、工程学、数学这些。而原子弹研发，它是一个多科学的复杂工程，就需要这种全才。第五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的沟通能力很强，他能把各领域的专家、政府官员、军方人士，还有下面干活的人，很好的联系在一起，组织他们一起工作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项目经理。同样，也由于他沟通能力非常强，所以他人脉非常广，很多人都推荐他当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。不过，奥本海默他只是曼哈顿计划科研方面的负责人，还有一个军方负责人，就是美国陆军中将 Leslie Groves。曼哈顿计划开始之后，奥本海默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堆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召集在了一起，其中有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卢瑟夫、原子能之父费米、氢弹之父爱德华·泰勒，以及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等等，有1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继加入。这个实验室被称为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金头脑组合。据说这些人都是在奥本海默之上的天才，其中还有一个间谍，他叫 Klaus Fuchs， 是德国裔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，是一个苏联间谍。他在德国的时候因为是犹太人受到迫害，就逃到了英国，后来又从英国被派往了美国，参加这个曼哈顿计划。其实他在曼哈顿计划期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，但同时他也把大量的机密泄露给了苏联。在电影里面也是有演的，就是在曼哈顿计划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美国人就发现，那苏联人他们怎么也在研究原子弹，而且研究的方向和他们很像，于是就怀疑是不是曼哈顿计划中有内奸。不过在整个曼哈顿计划执行的过程当中，这个 Fox 间谍身份没有被发现，直到2战结束之后才发现他是间谍。BBC 曾专门做过一个纪录片叫《超级间谍》，讲的就是他。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。他被抓了之后欧美和苏联的关系更加紧张了，美国开始清剿间谍，甚至奥本海默也被列入了这个调查名单当中。其实整个电影就是从奥本海默的安全性调查开始的。那么你要问了，为什么奥本海默会被认为是间谍呢？是因为他的弟弟还有他的一些朋友都是共产主义者，甚至他的妻子凯瑟琳还有他的前女友都是美国的共产党员。美国清剿间谍主要就是抓共产主义者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对立的。在2战期间，美苏是同盟，所以美国当时并不是很介意共产主义者，而且当时共产主义者
是反纳粹的一个主要力量，所以犹太人当时信奉共产主义的特别多。奥本海默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，但由于他的亲朋好友全都是共产主义者，所以他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共产主义者的聚会。那时为了反纳粹，有一些捐款等集会活动，奥本海默都会去参加。他本人对政治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，不排斥任何人，接受所有的信仰。他认为人不能因为信仰不同而成为敌人。他在成为曼哈顿计划负责人之前，美国政府其实早就知道奥本海默他一直是和共产主义者是有往来的，但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威胁，所以奥本海默最终还是成为了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。但战争一结束就不一样了，美苏变成了仇敌，共产主义者在美国就被视为是敌人，而共产党员就会被围剿，和他们有任何往来的人都会被调查。于是奥本海默就成为了被调查的对象。当然，调查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二战结束以后，苏联也没闲着。1949年，苏联的原子弹也试爆成功了，美苏开始进入了冷战时期，也进入了军备竞赛。由于奥本海默研发的原子弹使战争结束，拯救了全人类，所以奥本海默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关注度都非常的高。美国政府又找到了奥本海默，表示需要他参与接下来的氢弹的研发工作，但却遭到了奥本海默的拒绝。其实在1945年7月16日，当他第一次看到原子弹试爆成功所产生的巨大威力，他就开始动摇了。他后来回忆说，他一开始非常积极地参与原子弹的研发，认为能压制德国，让世界大战尽快结束。但当他看到试爆的场面以后，他想到了印度史诗博加梵歌的一句话：那一刻我成为了死神，世界的毁灭者。可见奥本海默看到原子弹爆炸那一刻受到的冲击有多大。在原子弹实验阶段就已经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击了。结果美国在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上空投放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。说小插曲，我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美国选择广岛而不是选择首都东京或者是京都？后来我去了广岛，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馆，得到了答案。因为在投放这颗原子弹之前，美国已经轰炸了东京，据说那是历史上最大的轰炸，东京几乎夷为了平地，所以就没有必要再投放原子弹在那里。而京都这个日本曾经的首都，美国是有想过，但考虑到京都有太多的历史文物和古迹，而且美国当初是想在投放原子弹之后是接管日本，所以京都就这样逃过了一劫。而广岛的面积和地形最适合这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，所以这颗原子弹在性能测试以后不到1个月就投放到了广岛，结果炸死了20万人。3天之后，长崎也遭到了同样的灭顶之灾。这2颗原子弹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，奥本海默震惊了，这个在电影里展现的淋漓尽致。所以后来他公开反对氢弹的研发，反对核武器的扩散。这和当时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不少政客的意见是相悖的，气得美国当时总统杜鲁门破口大骂，发誓以后永远再也不想见到他。1953年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奥本海默展开了正式调查。经过了1年的审查和听证会，最终在1954年，50岁的奥本海默被取消了安全许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国家不再信任他的安全性，
所以他将永远无法继续参与与国家国防相关，或者是与任何机密相关的科研工作。就这样，全世界这么瞩目、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位科学家，他的名誉、工作声望也随之而去了。被吊销安全许可以后意味着没有人再敢和他一起工作，所以奥本海默的后半生是相当凄惨和孤独的。尤其是看了广岛被炸后的照片，他说他每天都在反省，都在痛苦之中。1963年，约翰·肯尼迪总统决定向奥本海默颁发恩里克·费米奖，这是一个专门颁发给对核能物理有突出贡献的人的奖项，每年颁发一次，表彰他对理论物理学以及国家原子能计划的突出贡献，算是给他平了反。但不幸的是，肯尼迪总统在计划给奥本海默颁奖的前10天突然遇刺身亡，之后是由下一任总统林登·约翰逊给他颁了奖，并颁发了5万美元的奖金。不过仅仅过了4年，奥本海默因为喉癌于1967年2月18日在普林斯顿去世，享年62岁。咱们再来说一个小插曲，电影《奥本海默》由于题材触及日本敏感历史，这部电影自2023年在全球多国上映以后，迟迟没有进入日本市场。但根据最新消息，这部电影将于2024年3月29日在日本正式上映。上映前，片方将在日本的广岛、长崎两地举行提前试映。好了，今天的杨解说就到这里。您的点赞、subscribe、打开小铃铛，是对我做视频的最大支持和动力。这些功能键都是免费的，您打开小铃铛以后，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条新影片。再想说一句，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，有机会的话，还是大家去看一看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